小鬼当家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至今为止，在一些电视台还能看到这部电影，可见这部电影有多么的经典。如今这部电影已经播出了30年，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孩子都已经娶妻生子，而小鬼当家中那个古灵精怪的小男孩麦考利也已经成为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叔了。这30年来，麦考利生活得很不顺利，小鬼当家让他一夜成名，就当时的天王迈克·杰克森都是他的忠实粉丝。在那个年代，片酬更是高达800万美元，还被美国媒体评选为全球最伟大的童星之一，仅仅次于贾斯汀·比伯。可惜他并没有像比伯一样，长大以后依旧能够维持童年时候的灵性，成为一个全球闻名的巨星，而是成为一个沾染了酒瘾、毒瘾、烟瘾等诸多恶习于一身的烂人。很难想象一个有着大好前程的童星就这样被毁掉了，而毁掉他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父母。用一句话来形容麦考利的一生：成也父母，败也父母。麦考利的父亲叫吉特·克里斯多福·克金，曾经是一名舞台剧演员，在百老汇有过演出，只不过混得不是很如意，后来索性直接不干了，在教堂获得了一份工作。麦考利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接线员，但却有一个不一般的姑姑邦尼·比蒂利亚，此人是好莱坞非常著名的演员。因为基特·克里斯多福·克金在教堂工作，所以孩子们也可以免费在圣约瑟学校读书。这时候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，不过夫妻二人十分的聪明，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把孩子们培养成童星。夫妻二人一共生了7个孩子：谢恩、达克塔、麦考利、基南、奎恩、克里斯蒂娜和罗瑞，其中有4个都被他们培养成了童星。在麦考利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百老汇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展露了非凡的表演天赋，从而吸引了一个影视圈内人的注意。在他的介绍下，麦考利获得了一个电影试镜的机会，麦考利也没让人失望，顺利通过了面试。从那时候开始，麦考利正式成为了一个小演员，在各个电影中演出一些角色，麦考利的表演天赋得以肆意的绽放。1989年，麦考利与著名的喜剧演员约翰·坎迪一起合作了一部叫《巴克叔叔》的喜剧片。在这部电影中，麦考利的表现非常出彩，甚至超过了主演约翰·坎迪。看到这般，巴克叔叔的导演约翰·休斯欣喜若狂，当即灵感爆棚，以麦考利为原型创作出了《小鬼当家》剧本，并把这个剧本交给了大导演克里斯·哥伦布，并且把麦考利推荐给了克里斯·哥伦布。然而克里斯并没有相中麦考利。克里斯·哥伦布的想法并没有毛病，因为当时的麦考利只是一个小配角，从来没有担当过主演的经历，他不敢冒险。可是在克里斯试镜了400多个小男孩之后，发现这些人都不如麦考利演得好，最终麦考利还是成为了《小鬼当家》的主演，片酬11万美元。这部电影曾经给了我们很多欢乐，现在想起来里面的一些画面还是忍不住笑出来。几个笨贼是真的笨，当时的麦考利·卡尔金饰演的小男孩是真的聪明。小鬼当家给无数电影爱好者带来了无限快乐，该电影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拍的最好的喜剧片。麦考利当时特别上镜，而且当时年仅10岁的他真的很好看，当时的他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心生怜爱，受到了所有观众的喜爱。麦考利一夜间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个古灵精怪的小男孩，包括很多好莱坞巨星以及政商界名人。迈克·杰克森更是邀请10岁的麦考利到自己的梦幻庄园做客，年纪相差如此悬殊的2个人成了忘年交。麦考利还成了迈克尔2个孩子的教父，两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。后来迈克·杰克森被人诬陷猥亵儿童的时候，麦考利非常勇敢地站了出来，
为他出庭作证，他也是唯一站出来为迈克尔辩护的人。1992年，麦考利再一次主演了《小鬼当家》，这一次他的片酬已经涨到了400万美金，麦考利成了一家人的顶梁柱，父母也辞职，亲自担任他的经纪人。基特克里多夫氪金非常的贪婪，基本上不怎么让儿子休息，不停的让他拍戏。麦考利几乎没有童年，那2年麦考利拍了不少烂剧，没少赚钱，最高的一部片酬更是高达800万美金。刚刚10岁出头，麦考利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。也正是这时候，夫妻2人产生了矛盾。1995年，两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控的地步，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。作为家里的摇钱树，麦考利的抚养权成了2人重点争夺的对象。谁要是获得麦考利的抚养权，不仅可以掌控麦考利这棵摇钱树看，还能支配他的1600万美金。因为这笔巨款，曾经共患难的男女不惜对峙公堂，甚至开始不停地给对方泼脏水，这让年少的麦考利心力交瘁，根本无心继续自己的电影事业。最终在15岁那年，麦考利正式退出电影圈。在他的意愿之下，法官判他了自由身，父母都没有取得他的监护权，1300万美金交给信托基金管理，等到他成年以后才可以自由掌控这笔钱。这对于麦考利来讲，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。因为这件事，麦考利与自己的父母彻底决裂。麦考利希望这笔钱能够离自己的父母越远越好，尤其是自己的父亲。据后来麦考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烈的人，而且嫉妒儿子的成功。从1995年麦考利退圈以后，父亲的感情越来越不好。等到后面，基特克里斯福氪金更是公开表示要跟麦考利断绝父子关系，所以麦考利的人生中几乎没有亲情的存在。或许父母只是把他当做一棵摇钱树而已。退圈以后，麦考利终于过上了正常人该有的生活，他又一次回归了校园。但是年少成名让这个少年有一些轻狂，在14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，取得了别人一辈子都没法获得的成绩。钱对于他来讲就像是一组数字，从桌子的那边直接划过来给你，他根本不需要努力，只等待自己成年就好。麦考利成年以后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我感觉好像是之前有个小孩在特别努力的工作，然后我继承了他的财产。所以回归校园的麦考利并没有努力学习，而是迷失了。他开始沾染上一些不好的恶习，开始抽烟、酗酒、嗑药，当然也少不了谈恋爱。16岁的麦考利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雷切尔·麦纳女孩，此人也是童星出身。或许是同样的经历让两人有了共同语言，没多久两人就坠入了爱河。还不满18岁，麦考利就与雷切尔·麦纳举行了婚礼，结果也没出人意料，这段儿戏一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时间。在2002年，两人正式离婚。从那以后，麦考利的负面消息开始不断。麦考利除了背负长残了、不务正业等标签之外，他还彻底放纵了自己，差一点进入监狱。2004年，麦考利因为非法持有大麻被判处了缓刑。酒精、毒品、吸烟这些东西也在荼毒他的身体。传闻他一周耗费的毒资就高达6000美金，一天要抽60多根烟。2012年，网络上又出现了麦考利一张照片，人们直呼他怎么变成这样了。照片中的麦考利瘦成了皮包骨，眼神空洞，一点没有当年的灵气，头发凌乱，服装邋遢，很难想象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。不过麦考利并没有一直沉沦下去，相比贾斯汀·比伯20岁就浪子回头，麦考利直到30多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去考虑自己人生价值。他戒掉了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偶尔也会喝一点小酒，抽上2根烟，但是不会再碰那个东西。在麦考利看来，吸毒并非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污点，只是自己年轻时候玩过的火而已。如果没有那段经历，也不会有现在的自己。
麦考利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转变，与他现在的女友有直接关系。2017年，麦考利与亚裔女星布兰达·宋公布恋情，从那以后，他的人生开始不一样，不仅仅看上去健康了很多，还开始干一些正事儿了。2018年，麦考利与谷歌合作，还原了几个小鬼当家的经典动作，引发了一大波回忆杀。如今麦考利已经42岁了，现在的他偶尔会在一些影视剧里客串，也会登上一些综艺节目。他还自己经营了一家喜剧网站兔耳朵，经营的十分不错，与女友的感情也非常的和谐，两人正准备要一个孩子。在众多童星中，麦考利的人生是非常不幸运的那一个，因为父母的原因，他成了一名明星，但是他这一生中几乎没有享受过父爱和母爱，也是因为父母的原因，让他退出了娱乐圈，让他有了那一段堕落的人生。幸好他能够在40岁的年纪重新找回自己，希望他以后的人生中能够一切都好。这个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欢乐的人，他不该有那样堕落的人生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